vivo X21 作为首款在台上市的萤幕下指纹解锁手机，除了是近期科技圈热门的话题，也让大家对于接下来的屏下指纹进展有不少的期待。不过，作为刚进来台湾不久的新品牌，大部分的观众应该对 vivo 这家手机品牌比较陌生。但如果你曾经听过一句广告台词 Camera Phone 的话， vivo 跟 OPPO 念起来是不是有一种亲切感呢？作为跟 OPPO 同时是竞品，也是孪生兄弟的 vivo， 在宣传标语上则是 Camera and Music， 想必可以很清楚的就看到旗下手机所主打的相机跟音效功能吧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vivo X21 是否能够提供指纹辨识一个新的革命吧。我们先来聊聊外观的部分。X21 拿在手上真的只有2个字：顺手。不过并不是手机做的多薄，而是在左右用上了 3D 曲面收边，让我们这种小手族也有被照顾到的感觉。因为手机更符合手掌弧度，能够拿得更稳，自然而然操作范围也就更多了。而在背面的黑色并不是纯净的黑，而是在表面上加上了纹理，类似金属磨砂的感觉，但又包覆着玻璃。而 vivo 也真的很会用这段话帮这样的设计加上了注解：科技与美学在此碰撞，在色彩里加上纹理，翻转时光影在玻璃内流转，如艺术品般细腻优雅。而在机身配置上，右侧放上了电源键以及音量键，左侧则是空无一物，上面则是保留了 3.5mm 耳机接孔以及麦克风，下面则是比较可惜的，作为中高阶定位，还没换上 Type C， 稍微美中不足了一些。不过在卡槽则提供了主流的 SIM 卡加 SIM 卡，或是 SIM 卡加 Micro SD 的3选2方案。我想，作为一间直接把 music 放在 slogan 上的手机厂商来说，应该不会让我们大失所望吧。vivo 在音效技术上耕耘了多年， X21 除了内建声控音效，更搭载 AK4376A 的 Hi-Fi 晶片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来说说 Hi-Fi 到底是什么吧。Hi-Fi 翻成白话来说，能够尽可能的确保音源无损且不失真的状况下，重现与原来极相似的声音，能够完美再现原音，并且近乎没有失真。简单来说，透过内建的晶片，能够让音源在输出的时候达到最好、最接近原来真实的效果。好，我是李子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替大家来测试一下，拥有着 Hi-Fi 音效晶片的 X21与一般手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那么我这一台呢是 vivo X21今年主角，然后这一台呢就是我的可爱的 i7。奇怪，打结啊！首先呢，我们来先听听看 iPhone 7的效果如何。来，好，那么我们换下一台，我们的主角 vivo X21。好，测试完毕。好，那在经过我再多听过好几次的体验下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，在听 iPhone 7的时候，其实大致上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到了vivo X21的时候，其实相当明显，也就是在低音的部分 ，iPhone 7听起来是有点混浊，然后有点不是那么干净，就是勾在一起的感觉，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。但是到了X21的时候呢，特别是低音的地方就会变得很清楚。对，就是从 i7 的变成的感觉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对，那我觉得相当不错，非常有感 ，nice。
而在萤幕体验上 ，vivo X21 搭载的是 6.3 寸的 Full HD Plus 19:9异形全面屏，从16:9拉长到18:9还不够哦。vivo X21 这次采用的19:9萤幕，除了屏占比来到90%外，也能让显示画面来得更大。更有益于搭载的是 Super AMOLED X21 也支援 Always On Display。可以让时间常驻的显示在荧幕上，搭配的炫彩配色更显得科技感十足。好，大家最期待的荧幕下指纹辨识终于来咯。技术原理简单说，就是当我们把手指头放上指定的辨识区域后，光线先打在指纹上，而反射光线穿透萤幕，到达感测器就能完成解锁。看似简单的技术 ，vivo X21 到目前才是第一台搭载的手机，我们就直接来实测吧。打开指纹设定页面后，与所有的指纹辨识器设定都差不多，就是不断的拿起放下。不过唯一的不同是需要多一点点的力气压在萤幕上。设定过程可能因为准确度的关系，要设定比较多次，也因为 Always On Display 的关系，直接在萤幕上就有一个炫彩的指纹 icon。摸下去后，速度虽然比指纹慢了一点，但其实整体使用上相当顺畅，也只是秒差而已。干手的状况下，辨识准确度相当高，到目前为止成功率蛮高的。不过什么都不用说，光这个解锁特效就已经深得我心。每当 X21 放在桌面上，就不免想要摸一下指纹解锁区域，让它闪一下，也通体舒畅。而大家应该也会有同样的疑问，就是 vivo X21 究竟能不能贴上保护贴呢？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从市面上找到玻璃保护贴进行测试，但 vivo X21 出厂时就已经贴上了保护贴，而辨识上一样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后续有相关测试，也会在下面补充给大家，不要忘记参与我们的讨论哦。除此之外，有萤幕下指纹辨识还不够 ，vivo X21 也搭载了能够辨识1024个脸部特征的脸部辨识。不过，在今年各家都主打脸部辨识的时候，这已经不太稀奇。X21 还搭载了红外线感应器，在夜间全黑的房间一样可以解锁，几乎是拿起来就完成解锁，速度也非常快。X21 搭载的是基于 Android 8.1 的 FunTouch OS 操作系统。作为各家强调手机 AI 的一年， X21 使用的是与高通深度合作定制的 Qualcomm Snapdragon 660 AI1， 搭配了 6GB 的 RAM。除了更加强 AI 运算外，在效能上也与软体进行结合，会智慧辨识使用者使用场景，针对游戏进行优化，或是自动优化电量分配等等。也让 X21 在效能、续航上都能有不错的效果。实际体验传说对决相当顺畅，崩坏3也没有明显的卡顿感。而3200毫安时的电量也算足够撑过一天一充，在充电上搭载了双晶片，达到双引擎快充。如果急需用电的使用者，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先储存备用电力。不过以一天来看，带颗行动电源比较保险。作为一款全面屏手机，除了常见的3个虚拟按键外， vivo FunTouch OS 也针对操作提出了3底线的操作逻辑。中间的底线往上滑跟 Home 键功能一样，若是往上滑后停住，则是换出多功；右边的往上滑则是返回，左边的上滑则是控制中心。今年算是操作逻辑变蛮多的一年，也欢迎大家以下留言，目前最喜欢的全面屏解决方案是哪一家的吧。X21 搭载的是 Dual Pixel 双感光元件的1200万画素相机，并且也优化了对焦技术，号称能在 0.03 秒进行对焦。实际体验下，对焦确实相当快，几乎是阿信到对焦就到，怪兽到对焦就到。
玛莎到，对。而这次主打的 AI 逆光拍摄，对我来说更像是 HDR Plus 的概念，能够在短时间内针对逆光环境拍摄多张照片合成，进行相片最佳化。我们也实际来看几组样张。而在自拍上 ，vivo X21 也支援逆光拍摄，可以解决蛮多人自拍后面背景过曝或是脸变超黑的问题。而内建的 AI 美颜则会根据性别、年龄进行不同的修图，例如女生就会进行美白、大眼，而男生则是加深脸部轮廓。而实际效果也来看几组样张。X21 作为一支中高阶定位的机种，在产品亮点上还蛮多的。萤幕下指纹辨识使用顺畅，辨识率很高，速度也在秒差之内，在消费性级别的手机上应该已经达到稳定可用了。而脸部辨识除了具备1024个特征辨识，速度快等，更能够在低光源环境透过红外线进行脸部辨识，算是邦尼团队体验到目前为止排名前面的2D 脸部辨识。除此之外，在主打 Camera and Music 上，相机表现在 AI 逆光 HDR 算法上还是相当优秀的。虽然在色准上稍微偏离真实，但从样张上可以看到，显色应该算是跟近期主流调色方向蛮一致的。至于搭载 HiFi 晶片，以一般使用者确实能够让耳机有解放的感觉，也能达到更好的听觉体验。整体来说，效能足够日常使用需求，而拍照、自拍、手机解锁上则更有亮点。操作系统预载功能虽然不多，但也因此跑得更顺。如果想要体验萤幕下指纹辨识，短期内应该也只有 vivo X21，别无选择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不要忘记给我们一个喜欢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若是有其他想要了解的 vivo X21 或是其他产品，也欢迎以下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会啦。